哟，我是凉凉。这是一部《仙境传说》的推坑影片，所以这一系列的影片全部都会经过各种美化还有后置的方式，准备骗你们回来玩。不过各位同学们也不用太担心，因为这一系列的影片我会使用比较新手易懂的方式，让大家知道说用什么姿势来玩会比较舒服。所以整部影片或是这整个系列，我都会呈现一种啰里吧嗦的状态，所以我是绝对不会闭嘴的，所以你们也不用阻止我了，就这样。然后因为我已经重录了很多次，我真的已经受不了了，所以我决定第一集就先用很随便的方式来录，反正前面也没有什么重点，所以就随便来开始吧。现在因为优化新手很多任务，所以其实它做的蛮细致的，所以你有空的时候，其实你们都可以来玩玩看。但是因为我实在没什么耐心，所以有些东西我会直接跳过，除非是有人有什么兴趣什么的，那就再说。通常这个时候我们就是目标就是以把 job 的等级达到10等，然后冲1转为主。所以其实路上的什么任务啊什么的，你们也可以自己去玩玩看。我是觉得都可以啦。好，这样就可以了。然后这边就是有个小重点，就是这个 NPC 它会给你一只蛮可爱的企鹅，然后那只企鹅就是每半个小时会给你一些 buff， 然后这样你在练功的时候会比较顺利一点点。然后现在因为我们这个 job 等级是3等，所以就再继续努力。只是我们现在没有什么血，会不会死啊？先戳一只看看。哦，可以。哦，运气不错。像这个时候其实就红萝卜什么可以补个血，就其实前面要解新手任务也可以，然后如果你觉得打怪真的有点可怕的话，其实我也觉得你可以进去伊斯鲁德里面，然后找一些任务解，然后好像也可以顺利让 job 满等呢，所以就不用勉强自己一定要出来这样子打。如果有些同学觉得很可怕的话，对啊，像这样其实就满等，那我们就可以走回去。这样会不会太快？好像缺少了一点浪漫，不过没差啦。这个时候 job 满等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回到伊斯鲁德的上方的建筑物，那边有为你各位菜逼吧们准备的一些转职跟技能介绍的 NPC 还有任务。那如果就是很新手的人的话，你也可以就是过来然后看一下，像这些头上有标示的都是一些你可以接的任务，然后你也可以去稍微新手式的享受一下熬的有趣之处吗？不过因为我实在是玩的有点久，没有什么耐心，然后这个时候就往2楼走。这边的话就是各个转职的介绍，像这边剑士，然后枪手跟跆拳。那我这一支是要玩咒术，所以就是往法师的方向走。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先把我们的技能基本技能先填满，他可能才会理我们。然后就点它。这边其实你们也可以选择，就是直接在这边转职成魔法师。但是因为我蛮想要那个能量外套的，所以我就会选择我亲自去。通常会建议新手们，如果很在乎效率，或者是你没有什么时间玩的话，通常我自己觉得练角色本身也有时程的限定诶，像是因为现在有开放所谓的周末副本，所以如果你是时间很紧迫的话，那你可以就是参考这部影片，然后稍微抓一下练功的等级所要花费的时间。然后像如果你这样练新角色，然后练到65等的话，你其实就可以去参加那个周末副本。那这样子你在角色培养的话，就会比较容易。不然你平常日练，然后也没有什么团的话，可能就会有一点点尴尬。你可能就是还是要花费比较多的心力去练这样子。我钱够吗？120不够。好，再去打一些东西。
不然就是我们沿路打到普隆德拉，然后顺便捡一捡钱应该就够了。然后顺便闲聊一下，因为这部影片我也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因为毕竟一开始在录影片的时候真的是还蛮紧张的，而且完完全全不会没有想过要跟镜头一个人自言自语对话，所以我真的觉得很尴尬哎。然后我就这样子录了超多次，我觉得很崩溃，所以我决定第一集干脆就先随便玩，然后随便跟大家聊聊，然后再看看之后要怎么做修改吧。不然什么事情都卡在第一集，然后都没有办法下手，实在是有点尴尬。先打小字好了。这个时候就直接可以传送到积分，然后我们就来转职。通常我自己会喜欢来积分转职，是因为它会给法师的技能叫能量外套。然后虽然说有些人会说能量外套其实很烂，前面用不到，但是我自己觉得啦，我去那个周末副本啊，因为那边的怪有的时候会给你音速投掷，所以有的时候其实你可以靠能量外套刚好帮你自己挡下那一下下的伤害，然后你可以不用死。我觉得这某种程度蛮重要的啦，所以就见仁见智。但是我觉得你有学跟没学，当然是有学比较好啊，而且其实也不会花你几秒钟的时间，对吧？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转职成魔法师，而且还有一个重点，我很喜欢来这边转，就是因为这边的 NPC 会夸奖我，因为我很缺温暖，所以真的很舒服，是吧？这边的人真好啊，这样就可以喽。然后，通常这个时候我会推荐大家，应该要在你玩所有角色的，应该是说你玩所有角色之前，你应该要先去找一下那个技能模拟器，然后你最好是先模拟一下你的配点会比较好，因为有的时候新人很容易会被那个比较特别的技能名字吸引，然后可能就是会有乱点的情形，然后你可能也不知道说那个技能到底对你来说是好还是不好。然后，因为技能点数本身要重置的话，是需要花台币的。当然，你说转身前它可以重置，那是没错啦。只是如果你连保命的技能都没有点到的话，你可能就会很尴尬。所以通常最好的情况会是，你们先去爬文，然后可能假设你去巴哈看到人家说，法师的话可能就是火球术要点满，然后火焰之臂要点满。那你就可以先把就是前辈们说哪一些技能是一定要点的，你们先把它点出来，然后之后多出来的点数你们可以先去点点看，然后玩玩看，然后等你们练到转身99等之后，那个你们等级就会变成1等。这样子变成1等之后，你们就可以再重新审视一下，说你们之前的练功方式，这样子的配点有没有适合你们？因为说实话，这个游戏其实已经有一点历史了，所以你们可能比较偏新手，或者其实你们可能以前有接触过 RO， 但是从来没有深刻的，也算深刻吗？应该是说你们没有很认真的去理解或是了解 RO 现在到底在玩什么的这些小朋友们，可能就会觉得说，现在的人玩 RO 怎么好像有一点太追求效率，然后太追求CP 值之类的，所以就会变成说他们会某种程度算很严格的说哪些技能就是垃圾，哪些技能就是好。但是我自己是觉得，的确有些技能是真的真的蛮烂的。不过如果你们点了那些技能，然后是可以让你们在玩游戏的过程中，你们可以感受到身心愉悦，那我就觉得其实你们可以趁转身之前，然后点来玩玩看。我觉得这样子对你们来说其实会比较公平啦。而且说不定到最后你们这样子玩一玩，然后就找到自己情有独钟的技能，然后你可以发挥的淋漓尽致的话，那我觉得其实也不错。反正就，不然我们预计打到火球数点到5好了。做一下，其实
就是有些人都会说什么练新手啊，没有补品就是很不方便啊，很难练啊。但是说实话，我自己以前也不只是我吧，我相信以前有玩过 RO 的人，应该很多人都是直接坐在地上回魔吧。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玩游戏真的不用太那么的追求效率，当然组团是除外啦，因为你在坐下的时候，别人还要辛苦的帮你打怪，然后让你吸趴，其实观感没有很好。但是其实你看，我这样子随便做一下，我的 SP 就回满嘞。所以如果你自己在玩的时候，我觉得你可以稍微放轻松，不需要就是把自己逼得那么紧，然后你就是轻松玩就可以了。尤其是自己玩的时候，我觉得它反而是一种你可以某种程度上训练自己嘛，训练一下自己一个人的时候要怎么操作，总比你一直跟着团，然后觉得大家的装备都很好，然后自己就只是一个拖油瓶的那种心情，我觉得这不是很健康。因为真的遇过太多新人，他就觉得自己的装备不好，然后也对 RO 不太理解，然后就觉得自己就是好不容易可以找到大腿，然后抱团，然后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我觉得这样子好像不太健康欸，所以我是鼓励大家，虽然说没有鼓励大家说一定要像其他人就是都是自己练，然后很怕组团，我觉得这样子也太矫枉过正了。我是觉得大家可以在平常日的时候有空的时候，自己可以去稍微玩一下自己的技能怎么玩，然后技能的理解是什么，我觉得这样子会比较好。然后一般在练功的时候，就是还是以跟团为主。然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其实我在讲这些东西的时候很紧张，所以有的时候语无伦次。好，快要到达我们的目标了，再一等就可以了。其实这个时候应该就会有人问说，为什么我不去打蚂蚁地狱，然后去打蚂蚁蛋，这样不是比较轻松吗？话是这样说没错啦，只是我以前去那边练的时候，要么就是人挤人，不然就是很常被人家放血姬或是放怪，所以我已经有点创伤压力症候群，过去就觉得好像会被杀掉一样，所以我自己都还是喜欢来打虫蛹啊。就是如果你们被血姬树枝杀死啊，或者是被枯树枝杀死的话，你们可能就要知道，这某种程度来说可能会是个常态。就看你们要不要再去逃命，或者是你们运气就是想要赌赌看运气有没有好一点，不会遇到这种恐怖的事情发生。那我是比较懒的，看一下，快了。那我就预计等我火球术点满之后，我们就来去北洞好了。真的嘞，那我们就走吧。差5%，可以。然后我们就把技能点一点，火球术拉上去。那我们就先来稍微介绍一下新手怎么赚钱。我们都会来这边伊甸园传送师。我自己会，如果是练新手，然后白手起家的话，会先来这边看一下。像这个就是大家在收购的东西，然后你就可以挑一些低等的怪也会掉，然后它的价值相对高的。像我看到这种高收树花1300，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说哦，我就是可以靠这个赚钱。那我们的正确姿势就会是打开，然后我知道说那个食人树花是谁掉的，就是食人花嘛。这个时候我就可以找它，然后我就可以知道说哦，它是59等地属性，然后它是不会移动的，所以对法师来说它是一个很好赚钱的工具。那我就提醒自己说，我可能就是59等减15等的时候，然后我就可以去打它来赚钱。那因为我现在等级还不够嘛，那我就是退而求其次，我看一下。但这个蝗虫后腿200块，这好像有点低耶，看一下有没有其他的。
蜂蜜800，没有很好打。红草900好像还行。然后粘稠的毒芦苇石，这些都是我们还没有办法打的地方。好吧，看来暂时没有我们可以赚钱的东西，那我们就先以后腿为主好了。我觉得至少先赚到，可以买到蝴蝶翅膀再说。那我们就去打蝗虫后腿吧。现在我们还有307块，还可以传送到中央。这边的猫咪卡普拉就可以帮我们直接传到蝗虫的地方，然后我们就先稍微赚个钱哦。好哟，那么今天这一集大概就是这样。不小心废话太多了，一整个大超时。但是我猜之后也会是走一个废话很多的路线吧。不过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的影片，然后就请大家开始祈祷我下一支影片可以早点分娩出来吧。就这样，拜拜。